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一觉醒来天塌了，李凯欣辱华引热议，杨紫的教训还不够吗？诚意最近可真是倒了血霉，这位凭借《莲花楼》火出圈的演技派小生，眼看着就要在演艺圈站稳脚跟。结果2部待播剧接连遭遇滑铁卢，先是《英雄志》因为张嘉倪的负面新闻被迫推迟宣传，现在富山海又摊上大事儿，女2号李凯欣被爆出辱华言论，直接把整部剧拖进了舆论漩涡。这事儿还得从一段录音说起。李凯欣在私下聊天时大放厥词，说什么中国人的钱就是好赚，还用了些不堪入耳的词汇形容国人。这段录音在网上疯转后，网友们的怒火直接烧到了富山海剧组。要知道这部剧可是诚意继《莲花楼》之后最受期待的作品，粉丝们早就搬好小板凳等着开播了。结果现在可好，眼瞅着5月份就要上线，突然整这么一出，剧组不得不连夜开会商量对策。李凯欣这姑娘来头不小，新加坡籍艺人，16岁就闯荡内地娱乐圈，从海上牧云记到问题餐厅，资源好的让人眼红。这次在富山海里戏份比女主角还多，本来是个上位的好机会，谁成想自己作死把路给堵死了。网友们都说她是典型的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。这种2面3刀的做法在内娱圈最招人恨。要说最惨的还是诚意，好不容易靠着扎实的演技在古装剧市场闯出名堂，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节骨眼上，2部大制作接连出事，粉丝们心疼的直跺脚，都说他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更憋屈的是这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没有，纯粹是被猪队友给坑了。这剧情看着眼熟不？去年杨紫的《青簪行》不就是这么黄的？当时因为男主角出事，整部剧直接凉凉。杨紫后来在采访里还感慨，现在选戏不仅要看剧本导演，还得防着搭档爆雷。没想到这才过去多久，诚意就步了后尘，2人简直成了难兄难妹。内娱圈这些年没少出这种幺蛾子。一个演员出事，整个剧组跟着遭殃，投资方几个亿打水漂不说，其他演员的心血也白费了。最冤的就是那些认真拍戏的演员，戏还没播呢，先被连累得够呛。网友们都说现在拍戏就像扫雷，指不定哪天就炸了。富山海剧组现在也是焦头烂额，重拍吧，成本太高；换脸吧，技术还不成熟。删戏份吧，李凯欣的戏份又太多，据说现在只能硬着头皮重新剪辑，把他的戏份能删就删。这么一折腾，播出时间肯定的往后推，诚意的粉丝们怕是要等到花儿都谢了。要说这李凯欣也是够没脑子的，在内娱混了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。现在网友们的眼睛可毒着呢。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给你8个底朝天，更别说这种涉及民族感情的敏感话题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诚意的遭遇让人想起那句老话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在娱乐圈混，有时候真不是你自己够努力就行，还得看运气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像诚意这样有实力的演员，迟早会有出头之日。粉丝们现在能做的，也就是耐心等待了。这事儿也给业内提了个醒，选角的时候真的多长个心眼。光看流量和演技还不够，人品也得好好把关，要不然一个不小心，整个项目都得跟着陪葬。现在各大剧组都在加强背调，生怕再出这种幺蛾子。至于富山海最后能不能顺利播出，现在谁也说不好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观众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好演员终究不会被埋没。
程毅这次虽然被坑得不轻，但只要保持住现在的状态，迟早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毕竟在娱乐圈，实力才是硬道理。程毅一觉醒，来天塌了李凯欣辱华风波升级杨紫乘前车之鉴。程毅的翻车一夜，简直让人心疼。想想看，他为了即将播出的《富山海》准备了2年，拼尽了全力，结果竟然因为一个 C 猪队友李凯欣，整个局面瞬间翻盘。一个剧集投资了几千万，演员们的心血全都泡汤，这让人不禁想问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娱乐圈，让人拼命去追逐，最后却只能与劣迹艺人一起同归于尽？事情的发酵得从说起。那一天，李凯欣的辱华录音曝光，犹如丢下一颗原子弹，直接炸裂了他的公众形象。这位新加坡籍的演员在录音中随口说道：“有戏拍，有钱赚就好。”大部分中国人是 XX， 让网友们纷纷炸了锅。他的身份也被扒得一清二楚，星二代，拥有优渥的家庭背景，却凭借一通聊天录音，跌入了名誉的深渊。但这只是冰山一角，李凯欣的事业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。2017年，他因为校园霸凌传闻陷入过舆论漩涡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但人们的印象早已在潜移默化中破裂。随后他转战大陆，接了一些大制作，企图借此突破，但他的知名度却一直徘徊在不温不火的边缘。正当他通过《富山海》开始获得更多关注时，这次的黑料直接让他从潜力股沦为娱乐圈的负面教材。《富山海》剧组的反应也让人唏嘘。就在录音曝光的次日，剧组就毫不拖延地将他的名字从宣传片中抹去。显然，剧组并不是毫无准备的，时间上的精准反应让人不禁怀疑，难道他们早就知晓了这桩黑料？如果真是如此，程毅的冤屈就更为凸显。为了这部剧，他拼尽了全力，结果却和李凯欣一起陷入了泥潭。网友们纷纷在评论中直言：“程毅眼瞎了吧？怎么找这种队友？”想必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剧本翻转的这么快。早些年拍的《英雄志》还因为搭档张嘉倪的失德被雪藏，现在这部新剧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。但说实话，最让人唏嘘的还是程毅。作为男主角，他为了这部剧牺牲了太多，长达2年的努力，没日没夜的拍摄，只为了等这部剧让自己站上更高的台阶。可惜的是，机会面前，牵着他往前走的并不是他自己，反而是一个连背锅的能力都没有的搭档。程毅不禁让人想起杨紫两人曾是荧屏上的 CP， 从青云志到沉香如屑，两人几经波折，最终挨到了今天。但同样的是，杨紫也因合作演员的黑料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寂，甚至让她的一些剧集都被雪藏。幸运的是，杨紫从那时起学会了如何筛选剧本和演员，避免了再次被拖下水。而这一次，程毅似乎也有了从杨紫身上学到的教训。只是时间不等人，娱乐圈的生死场从来都是瞬息万变，今天你在巅峰，明天就可能因为一个黑料搭档跌入谷底。李凯欣的遭遇也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背后的一个残酷现实。即使你有着天赋异禀的外貌，甚至拥有星二代的身份，如果你缺乏足够的德性，那么即便资本一时看中你，最后也难逃被淘汰的命运。娱乐圈的运作不再只是颜值及正义，而是愈发重视演员的品行与社会责任。而当资本纷纷开始重新审视黑红艺人的时候，也许这就是对那些为了赚快钱而忽视自身形象的资本方的一种警告。回头看看，程毅的无奈和失落似乎是娱乐圈浮华背后的一个缩影。观众对演员的德行要求越来越高，虽然资本仍然拼命追逐流量，但这些没有内涵的泡沫最终会破裂。娱乐圈的未来
恐怕再也不能单靠流量和眼花缭乱的外表去维持热度。演员的演技与品德，也许才是能够持久打动观众的关键。也许这就是娱乐圈给所有演员的教训：别再只顾着拍戏，忽略了做人的底线。毕竟，观众不是傻子，他们能看得出谁是真的敬业，谁是为了快速赚一笔而将自己抛在风口浪尖。娱乐圈的生死场，拼的究竟不只是流量和颜值，还有你的底线。